大家好呀，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刚刚发布的这 GitHub Copilot Chat 这个工具啊。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个非常划时代的工具啊。我今天在公司试了一下，就发现总之是非常的惊艳。所以说到晚上来，我赶紧来做视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东西。我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对话交互式编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已经使用过了这个 ChatGPT 那个 GPT-4，对吧？我们可以跟它去交流，让它帮我们写代码，对吧？这个工具呢是更进一步了，它就是可以在这个 IDE 里面直接跟整个代码这个项目去直接的进行文本的交互，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主要的章节内容呢，首先我会说一下在这个 Copilot Chat 这个东西怎么安装啊，然后还有这个基本的使用方法，最后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opilot Chat，这个东西怎么装吧，对吧？首先这个工具，对吧？它由于是个对话性的工具，它只能使用在这个 VS Code 里面，对吧？VS Code 大家一定要，如果之前是旧的版本的话，一定要下个最新的版本。然后当你去找一下，对吧？这个支持全平台的。大家有一点其中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下苹果的这个版本的话，这里有这个苹果芯片，对吧？记得把版本区分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明年好像这个苹果的这个 VS Code 它要不再支持了，所以说那时候呢，估计可能大家就是得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了。目前来说，这个工具只能在 VS Code 里使用。好，这时候呢，比如说下载安装好之后，我们来打开这个最新的 VS Code，对吧？然后如何去安装呢？安装的话，就是我们直接找到这个 extension，哎呀，没找到，file 这个啊在这 code 里面，对吧？找一下这个 extension，对吧？这我们就开始搜索了，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对吧？这个 Copilot 是我们之前那个视频已经讲过了，这是在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大版本的迭代，对吧？叫这个 GitHub Copilot Chat。这东西的官网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对吧？Copilot Chat，对吧？这个也是刚刚发布总的来说，这里只是谦逊委婉的表述了一下，对吧？这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好呀，不是特别安全啊，只是为了谦虚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这里去读一下，但基本上这里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这时候我们来看到，如果大家安装好了之后呢，对吧？这时候在左边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Copilot 呃 GitHub Copilot 这个对话框，你看这里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要打开一个项目，对吧？打开我之前的一个 Git 的项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还做过一个呃关于 Excel 这个数据清洗的这个工具，对吧？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对吧？这是我们之前写的代码，对吧？我们来让它给我们我先简单说一下这有什么功能吧，对吧？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点一下这个 slash 对吧？help 对吧？它就会输出一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啥呀？能干什么呀？对吧？它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你的这个有 AI 支持的这个交互工具，对吧？可以帮我们解释代码，对吧？找到问题，修复代码，对吧？重写代码，对吧？还有写这个单元测试，还有问关于这个 VS Code 的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帮我们去问一些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编程相关的问题。当然，这个东西总的来说就把它当成 GPT-4 的一个对话聊天框就可以了。当然，它有更大的针对性。这个问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去打下这个加上不同的这个 prompt，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help，对吧？它有给我们解释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些关于相关的内容呢，就会跟我们解释一些就是基于这个 help 的这个 prompt 的情况下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们可以让它去帮我们 fix 或者 explain，对吧？我们在后面会进行演示。比如像我们打开这个在其中的这个 Python 文件，对吧？我们让它来，对吧？explain，好，我们就直接点 explain，什么都不用干，对吧？它直接就开始去解释了，它就在说，想，来我们看一下就说我们这个文件是干了啥，对吧？说哎呀，我这主播UP 主这东西我看不懂英语不太好呀，对吧？用英语用这个东西呢，它还是可以用中文来解释的这个就，我们来让它用中文解释
对吧？我就发现有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用中文解释的话呢，它这个速度啊，是我明显感觉到它是没有这个英文要快的。它有可能，我感觉它可能是转成英文之后再去转译成这个中文，但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性能吧。你还是说，哎，是一个数据清洗脚本，对吧？啊，清洗啊，对这下面这文件，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总的来说它是可用的啊，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就来找一个我看不太懂，对吧？哎，这一段，比如说这行看不懂，对吧？对吧？现在我是小白，我啥都不知道，对吧？我们干一下 slash 这 explain，对吧？哎，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啊，给我解释一下这一句啊。我们什么都不说，对吧？就直接让他解释一下。我们选中让他解释一下。哎呀，这是解释这段代码是，哎呀，他没有给我解释我要的这一段啊。And give，因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啊。这句话也对了，对吧？如果你可能需要去给它特指一下，因为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选定，对吧？其中一行或者某一小部分，对吧？让他去给我们解释，可以让他们给我们去解释，然后呢，去给我们去写一些样例结果，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比如说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用中文啊，这个 apply_mip，哎，有啥用？有啥用？给我解释一下，并举例啊。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干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干啥。df apply map， 对吧？哎，是这个 pandas data frame 的一个对象，对吧？对吧？然后还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对吧？把它 apply 一下之后，打印完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对吧？还给我们详细的解释。如果我们不知道，当然还可以继续去这么去问。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好处啊？它是基于我们整个文档去解释的，而且是它有上下文，就是我们不用再一点点复制粘贴去 ChatGPT 去那个网页上那个 GPT-4里面，就来回去询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它可以针对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进行详细的解释并举例，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关于去查询这个 API 文档呀，或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呀，甚至对吧？对吧？我们给他说，把这句换一个，有没有什么 simplify？对，你看，这默认就是 simplify 的 select code。好，我们直接去让它 simplify。你看，它给我们写了一个更简单的版本，对吧？这个就是它的好处，甚至我们可以选中一段，让它去给我们解释，甚至帮我们 debug，就是它会在中自动给出我们对应的交互方式。我希望大家，我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这个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今天刚知道，今天上午刚发售，我晚上回来，我下午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我好几个挺复杂的问题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可以做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去Copilot New File， 对吧？我们就是 test 点 md 啊，对吧？我们啥都没有，就是啥都没有，对吧？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动脑筋啊，去写一个小故事啊，写一个笑话，关于采蘑菇啊。用 Markdown 输出格式，大家有没有发现个问题？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只是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关于这个代码相关的一个工具，它就是 GPT-4，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使用起来就是说，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对话框。而且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它一年只要$100，对吧？至于关于大家这个就是说这个 Copilot，然后这是之前的普通的 Copilot$100的订阅用户就可以直接去买，对吧？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学生或者教职工用你学校的邮箱，是可以免费的去申请这个地址的，是申请这个会员的，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花钱$100一年去买一下，对吧？就可以直接现在就可以通过这 VS Code 去使用这个Copilot Chat 这个工具了，而且比那个ChatGPT 那个会员一个月$25要便宜很多，对吧？然后如果大家我希望大家应该先看一下这个 Copilot 的这个视频，我会把这个视频放在这个视频的这个下方的说明栏里面，然后再来去安装，然后去使用一下，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说完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总结，对吧？我们总结就是说，对吧？首先这个优点支持 GPT-4，对吧？非常强大。然后它在内置的这个 IDE 里面进行交互，对吧？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而且它可以进行更完整的上下文的这个关联，对吧？不管是局部还是全文的这个逻辑呢，这关联更紧密，对吧？这个就方便我们就不用来回的这种复制粘贴，而且也存在泄密的问题。但这个缺点呢，还是那句话，对吧？这种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大模型工具对吧？这个数据安全永远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对吧？如果大家这个公司允许使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如果公司不允许使用，对吧？那大家也谨慎使用但是大家私下呢，尽量利用这个工具去更好的帮助大家去工作学习提供一个更好的途径吧。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